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其实还是有提示的。相思阵法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奇门五行阵？没这么玄。入阵前有个 NPC 告诉我走法，大约1-2000字的提示，10秒时间。你居然在10秒时间之内就把那些提示都记下来了？你也太非人类了吧！一目十行也不可能办到啊！我截图了。对啊，可以截图，傻子才会硬记吧？我傻了，脑子居然转不动了。不过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反应过来截图，也好厉害呀！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简直杀人不见血。过奖。走，我们去做《神雕侠侣》的最后一关。等等等等，你们说你们做到了最后一关的侠侣任务？是啊，就是很变态的那个，游戏运营至今，全服好像没有一对侠侣可以完成的那个。好像是。我去，这么变态的任务，也只有奈何这种变态才能完成吧？你们肯定做不完。当然了，我们又不是变态。不是变态不变态的问题，首先，你们要有一个侠侣。我们走。一笑奈何，芦苇微微，好一对珠联璧合的侠侣。你们的爱和勇气，让你们闯过一道道难关，来到这里。首先向你们道一声恭喜。接下来就是《神雕侠侣》的最后一关，相思阵法，也是最有难度的终极挑战。你们有信心成为本服第一对完成的侠侣吗？恭喜你来到《神雕侠侣》的最后一关，你的侠侣必须在16小时内找到你，如果找不到，则《神雕侠侣》任务失败。16个小时，这个任务是有多难啊？而且不会又不能下线吧？我去论坛看看，刚刚是从高处掉下来的，难道是在悬崖底下？那大神找我，岂不是要跳崖？果然，这个地方连地图上都没有显示。微微，大神，我们还能聊天？刚刚接到任务，要16个小时内找到你。你现在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？我周围的环境很黑，很黑。什么都看不见吗？声音呢？好像有水声。我知道了。我也不能干等着呀。既然聊天可以用，不如再找点信息给大神。
难道他就在附近？大神，怎么了？太变态了！我刚刚上官网去找这个任务，没有玩家攻略就算了，官网对这一关的介绍居然只有一句话。一句什么？依靠侠侣间的心灵感应才能过关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么黑，简直让人怀疑黑屏了。我还是先做下卷子吧。玲珑骰子，安红豆，入骨相思，知不知？我在这里已经等候有30年了。你是第一个到此绝壁的人。30年前，我的师弟突然消失，我追踪至此，却被这棋局阻碍了道路。线索大概就在这棋上，可我却不善于黑白之道。少侠，能否帮我解之？竟然是这样！少侠，如若过了这天堑，看到我师弟，请将这玉佩交与他。只是过了这天堑，还有一个相思阵法，据说万般厉害，少侠要万分小心。我这里有过关的秘籍，请少侠一观。少侠，请。
一切恩爱会，无常难得久。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我在此等了30年了，没想到竟真的有人来。只是要拯救你的爱侣，却需要过我这一关。你真的愿意为了拯救你的爱侣，牺牲一切吗？现在还来得及。你腰上是什么东西？ 原来他已经来找过我了，师兄，我误会了你。少侠，你的侠侣就在谷底，让这比翼双飞带你去吧。这2只凤凰陪伴了我30年，如今我便赠予你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夫君一笑奈何，通过了最后一关相思阵法的考验。恭喜您完成了神雕侠侣任务。大神的出现方式也太光芒万丈了吧，比天使降临就差2个翅膀了。你找到我了。 劳夫人久等了。一笑奈何与芦苇微微完成终极侠侣任务《神雕侠侣》，获得1000万人物经验，获得倩女第1神仙眷侣称号，获得倩女幽魂第1对双人飞行坐骑比翼双飞。我去，双人飞行坐骑啊！倩女出双人飞行坐骑了。 不会就这么一对儿吧？倩女是不是要开放双人飞行坐骑系统啊？肯定是啊，怎么可能就1对儿？游戏不要赚钱的。切！哦，这个就是比翼双飞啊。不过就是好像有点胖，真的能飞起来吗？走，我们去逛逛。 我发现芦苇微微总是在大家觉得她很惨的时候，无比迅速的风光一把。是啊，上次她跟真水无香解除侠侣，我还以为她被抛弃了，结果转眼她就和一笑奈何当侠侣了。哎，强大！哎，难道真水无香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啊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其实还是有提示的。相思阵法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奇门5行阵？没这么玄。 入阵前有个 NPC 告诉我走法，大约1、2千字的提示，10秒时间。你居然在10秒时间之内就把那些提示都记下来了，你也太非人类了吧！1目10行也不可能办到啊！我截图了。对啊，可以截图，傻子才会应记吧？我傻了，脑子居然转不动了。 不过，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反应过来截图，也好厉害呀！你对帮了。嗯，
前几天退掉的。芦苇微微，你的队抢了小雨青青的 BOSS， 怎么说大家都是一个帮的，说不过去吧？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解释？小雨青青什么时候成我们帮的了？因为真水和夭夭的缘故，帮主就收了小雨家族。不过这个小雨青青特别讨厌，老是对着帮里的男生撒娇发嗲，之前还缠上了帮主。我已经好几次看见他们俩单独在一起，还骑在同一匹马上。战帮主，你不妨问一下小雨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芦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对小雨青青有意见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就事论事。我怎么就不就事论事了？哎，小雨青青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跟战帮主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雨青青，你快出来！小雨青青，你若不愿意讲，我就在世界上问了。那时有好几个队在，相信会有人愿意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的。我刚刚出去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装什么不知道？聊天记录里不写了吗？啊，这事儿啊，我就说抢 BOSS 啊，我没抢到，说你们抢走了 BOSS， 我有什么说错了吗？我又不知道天下会误会了，跑去问你。照你的话讲，战帮主是故意曲解你的话来污蔑我。战帮主，那你该给我个解释，被人冤枉很不好受。小雨青青这是要借刀杀人呢，那他借的这把刀也太钝了吧？是我弄错了，是误会当然最好，帮派的团结至关重要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芦苇微微你要注意了啊。什么事？请讲。真水跟夭夭结为侠侣的时候，你在朱雀桥卖的那些药，是拿帮里的材料制的吧？照理说不该死卖，但是偶尔一次嘛，没有关系，下次注意不要了就好。啊，这么久远的事，代帮主也记得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所谓帮派仓库的药材，其实是我采的药，我拿自己采的药做成药卖，代帮主也有意见？不是，芦苇啊，你这个就……好了，都是一个帮派的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对，都一个帮派的，算了。小雨青青，事情究竟如何，你我心知肚明。要么现在你跟我道歉，要么以后别让我看见你杀 BOSS， 否则我就把你今天给我安的罪名坐实。芦苇微微，你欺人太甚！有你这样小题大做的吗？等级高了不起啊！都说了是误会，要不要这么得理不饶人啊？天下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他干嘛那么凶嘛？这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碧海潮生阁了。微微，你可别冲动啊！该说的都说了。各位朋友，以后江湖再见，依旧是朋友。芦苇微微退出帮派。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芦苇微微退出碧海潮生阁。真是太过分了！也好，以后我们就一起了。那我们一起闯荡江湖，做一对江湖野鸳鸯。野鸳鸯，我记得我们明媒正娶拜过堂。真没幽默感。
名分很重要。好吧，大神还是很有幽默感的，就是冷了点儿。唉，虽然是看惯了景色，可是就算每天看，感觉也会不同吧？就好像现在，哎，改名字了。这魔法师家的面膜还不错哎。微微，听见了？你该不会是在游戏上那个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试卷都写完了，论文也改好了，不会耽误考试的。谁担心你考试了？谁担心你试卷了？我担心的是你别被人骗了啊！魏微微，你不觉得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在恋爱吗？敷你的面膜吧。本来就是。哎，小鱼啊，李总，不好意思，咱们帝都这个交通实在是太糟糕了。我打了个出租车，司机还特别的暴躁。没事，我也刚来，来坐。哎，想喝点什么？哦，我随便。行，服务员。小鱼啊，你今天是坐出租车来的？是啊，所以说路上耽误了一会儿嘛。哎呀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呀。你像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，那可都是配车，并配住房补贴的。真的？待遇这么好？人才嘛，总该好好对待的。就拿前年来我们公司的那个技术骨干来说，他今年都把房买了。连房都买了？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，那可是业界第一啊。小鱼啊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开门见山，我也不跟你绕什么弯子。自从上次咱们见面之后，我们公司就特别看好你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公司？李总，真的是蛮吸引我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对我们这个作品很有感情。不如这样，等我们这个游戏上市了，我再过去也说得过去。小鱼啊，你就是太死板。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合作开发这个作品呢？我们特别喜欢你的这个点子，只要好好运作，肯定能创下1个月1亿的流水的经典。可是，这是肖总的作品。我倒是觉着，这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你的劳动成果。李总，我和肖总是同一个宿舍的同学。对呀，正因为是同学，你就甘心屈居人下。更何况在我看来，你的能力一点都不比他差。年轻人嘛，总该给自己多一条路，多一种可能，对吧？更何况，你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团队，毫无经验人脉，不用我多说，你心里也明白，你们将来会面对多少困难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可是跟我们合作，你就能创造奇迹。这个只是月薪，项目成功之后还有提成。我希望
你能感受到，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带着最大的诚意来的。什么？他说他还要再考虑一下。哎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们可不能等啊。嗯，这样，你过2天再去找他一下，把那个签约金提到30%。嗯，对，一定要把他挖过来。他一来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他整个团队都会过来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依然，记得下次进来要敲门啊。舅舅，你真的要把于半山他们挖角过来吗？我跟你说，注意要保密。刚刚听到的事情可不能在外面乱说，做事情要有分寸。那肖奈，舅舅，你这样做也太不道德了吧？不道德？这就算不道德？哎呀，你还年轻，你就根本弄不明白商业上的逻辑。那几个大学生以为有个好点子就能成功啊？你出去看看。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，有几个成功的？年轻人嘛，难免迷失，找不到方向。这个时候啊，就需要我们这些长辈给他们指点，免得他们浪费时间、浪费金钱。哎呀，舅舅，那你要是把于半山他们挖角过来的话，那肖奈怎么办啊？我先把他的团队成员都挖过来。再给出一点好一点的条件，肖奈会不过来？舅舅的能力你还不相信啊？你就别瞎担心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，知道吧？员工怎么去那么久？不能被应付了。娜娜。所以你刚才去男生宿舍，是想把这一切全部告诉肖奈啊？我都已经看到他了，可是我还是犹豫，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。还好你没说，依然，这绝对是你的第六感在帮助你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件事情不管挖掘成不成功，反正坏人都已经是你舅舅做了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那我们就再想办法。如果成功的话，你不是可以跟肖奈一起工作了吗？所以我觉得，你应该站在甄总这边。可是我还是觉得，肖奈怎么和贝微？好，我已经这件事情呢给你查过了，他们俩呢只是凑巧坐到了一起，而且肖奈完全没有理贝微微。唉。我给你看这个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机会是要靠创造的，不是你这样眼巴巴坐在这边，机会就会来的。你说那个贝微微，一个学计算机的，为了接近肖奈，人家跑去上考古课，哎，这还不拼啊？你呢，坐在这边也不主动，你以为肖奈会从天上给你掉下来啊？反正呢，我是觉得，你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，你还要去阻止。你说你是不是傻呀？依然，你就不要再反对你舅舅了啊！你呢，只要安安静静的站在甄总身后支持他就可以了。反正这件事情到最后，你都是个好人，懂吗？
我觉得我的演技简直是可以当影帝，把大学毕业生的理想和金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李总，您的条件真的是很吸引我，但是我真的是对我们的作品太有感情了。小鱼啊，这个呢只是月薪。项目成功之后还会有分成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带着诚意来的。哎，就咱这演技，我不当码农，我肯定得回演艺圈啊！哎，你不说他们也真够狠的啊，居然让老于把源码都给带走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出一款跟咱们一模一样的游戏，抢在咱们之前上市啊，咱们就直接废了。老三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你让我不拒绝，先拖着，不会是让我去他们公司当卧底吧？大哥，就你这智商，你去当卧底，别搞笑了好吗？我倒是觉得他们派个人来当卧底倒有可能。老三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在想，他们很可能会想断我们后路，阻挠我们跟其他资金融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公司装修现场的照片，设计师刚刚发过来，应该很快就能交付使用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啊！我们现在终于要有自己的地盘了。老三，没有其他要求，就是一定要为我们找一个貌美如花的前台妹子，妹子可以有。这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啊？我新挖了一个程序高手过来，叫二爽，改天介绍你们认识。哎，不是你，老三，哎，老三，你找了一个程序高手，跟我们前台有没有妹子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有恐女症。什么？什么症？梅哥，节哀啊！我刚才好像无形当中听见了“恐女症”这3个字，看来我们的公司又要变成和尚庙了。苍天呐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男人有这么奇怪的毛病？好了，快！这个世界上有不爱臭袜子的男人，那有不爱美女的男人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老三，你说他们会阻挠我们融资是什么意思？除了挖团队，他们肯定还有后招。在游戏圈，他们比我们人脉广，造谣很容易。梅哥，社会险恶，不想毕业了。乖，不要怕，你要相信，老三会比他们更义气。哎呀，早知道呀，咱们就不应该搭他们这茬，就没事了。身怀宝藏，总会遇见一些恶狼，躲不掉的。对的。除非咱们躲起来自己搞，但是咱们的目标又不止这款手游。一开始我没直接拒绝争议，就想拖一下时间。这家公司，我本来就不想合作，去谈判，只不过是试探一下底线。试探。丰腾科技要找外面的团队开发新倩女幽魂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，争议在端游方面也有很大的野心，也许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。那你去跟他们谈手游也是假的喽？了解一下对手的为人，很有必要。猴哥、梅哥，听我的，我们就无脑跟着老三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老三，你就真的不担心我们被挖走啊？如果能挖走你们，一定也能挖走我。这话说的，我还挺感动。有没有兴趣 PK？ 谁赢了，先选办公室。
知道我的感动肯定是一个错觉。这是高3的数学题，居然全做对了。心愿，心愿。你在我答应你心愿之前就知道已经能套住我了吧？说吧，什么心愿？我看到微微姐姐今天拿了电脑。是啊，我来之前在图书馆写作业来着。所以我想看姐姐玩游戏。不行，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今天不是你玩游戏的时间，这是大原则，不能违背。你换别的心愿吧。那我把下周的游戏时间挪到今天。下不为例。哇，红衣女刀客，微微姐，你超酷哎！有人叫你，一笑奈何，微微来杀 BOSS。这个一笑奈何是谁？是我游戏里的朋友。哇，好热闹啊！可是已经有几个叫小雨什么的人在打 BOSS 了呀。小杨，你真有眼福！我游戏生涯中第一次跟人抢 BOSS， 居然被你看到了。抢人家 BOSS， 这不是不好吗？当然不好，所以你别学我。但是这个小雨青青啊，前几天诬陷我，跟他们抢 BOSS， 现在被揭穿了，打死不承认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抢到 BOSS 100遍，微微姐，支持你。哎，你看他们都跑了。哇，哎 ，BOSS 倒了，快去捡箱子，看看开出来是什么。稀有材料金刚钻，很厉害。系统都出公告了，你说厉不厉害？哇，微微姐，你这个游戏太好玩了，能不能让我玩一会儿？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打这个主意了？好了，就一会儿，我和我这个朋友说一下，让他带你玩。我来吧，你去忙别的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微微姐，这个一笑奈何 PK 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他。你让他让着你点，说你是小朋友。我才不要呢，我是男子汉，就要光明正大的 PK。哎，微微姐，好多人都在骂你呀，说你抢 BOSS。上次陷害你的那个小雨青青在世界上装可怜，说你欺负他们柔弱女子。哇，他们还让你交出金刚钻，姐姐，你快过来看看啊！等一下就来。我看看。哎，姐姐，你快看，这位玩家说小雨青青他们才是抢 BOSS， 你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小雨青青不承认。哎，姐姐你快看，这位玩家贴出了视频。哈哈，这下好了，小雨叉他们不敢说话了吧？连世界上也没有人敢瞎说了。低调一点。这个小雨青青也太会装可怜了，装可怜谁不会啊？看着啊，一直以来没有说什么，以为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不过经历这么一场千夫所指，突然很灰心。怎么样，够酸吧？不错不错，小白花技能 get。高夏，
永久收购金刚钻。哎呦，老三也在深夜说话了啊！合影合影。高手，给我签个名吧。哎，李少，你收金刚钻也是要提高武器属性？没兴趣。那你收了干嘛？给我家夫人扔着玩。三嫂，你开心不？我估计小雨青青这会儿都要被气死了。开心。对了，那个就是不吃饭是你这的小号吧？不然哪有这么巧？正好我们这次过去抢，那个小号就录像了。是愚公他们的。我们3个开了小号去抢 BOSS， 专抢小雨青青的，抢了3次，他终于忍不住把我们给杀了。哈哈哈哈！你快来夸我们呀！阴险，太阴险了。是老三指使的，我们冤枉啊！大神好厉害呀！这差别